这听起来是一个对人民不太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却被市场解读为一个利好消息。好，各位，这个市场的经济就是这么的讽刺哦。Hello， 老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7点上线，为加密货币投资人整理一周币圈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我们有2个单元啊，上方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而本周前瞻我会分享这个礼拜币圈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上个礼拜呢，我们经历了这段时间币圈最严重的一次下跌哦，一度跌到56000多美元。好，那我现在录制的当下是已经收复了一部分的失土到61000到63000左右。好，究竟什么原因让币圈惨跌这么严重呢？这个礼拜有非常多恐慌的消息啊。但如果你这几个礼拜的周报跟我们前阵子关于比特币减半那一支影片有看的话，这段时间你的心态应该可以跟我一样是波澜不惊。这段时间的币价虽然在下跌，但是似乎也都可以在预料之中。究竟是哪一些恐慌消息，以及为什么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呢？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比特币跌破6万美元，4月来崩跌16%，是被这因素拖累啊。这个是传统的新闻啊，联合新闻网它也在上个礼拜注意到了币圈出事啊。比特币4月以来累积大跌近16%，是自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在2022年11月倒闭以来的最差单月表现。这凸显出美国可能将利率维持在高档更久的展望，正为加密货币的市场带来压力。没错，上个礼拜差不多在礼拜2的时候，比特币一度大跌，跌破60K， 之后跌到56K 啊。那这个币圈的新闻当然把它讲得更严重了 ，BTC 一度跌破60K， 微策略大跌17%，缺乏炒作话题，比特币牛市是不是就此告终了？当然大家都很慌啊，但其实之所以造成币圈这么大的一个，可能有很多小的原因，但是最终都是回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联准会的降息预期有可能会被推翻哦。一文掌握 Fed 的重点决策，通膨新担忧，几乎排除升息，6月开始放慢 QT， 就基本上大家觉得说股市或者是币圈或者是任何的风险市场，之所以在2024年原本大家觉得应该是一个牛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认为说这一年是美国联准会降息的一年哦。结果呢，殊不知3月的时候他说没有要降，5月的时候呢，就前几天公布利率没有要降，然后现在甚至是觉得说可能6月9月甚至也许到年底都有人说不会降了。也因此呢，很多投资人就从原本预期说要降息，所以把钱丢到市场上，发现说可能不会降，那我把钱再收回来，导致了很多的资产都在这段时间下跌，比特币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我感觉很多人只注意到说，降息这一件事情有可能会被推缓，但是真正央行现在对市场的态度，以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只有降不降息这一招这一件事情，很多人其实没有注意到。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篇新闻看得完整一点啊。这个掌握Fed的重点决策，这边大概有5-6个重点啊。第一个是利率按兵不动，通膨新担忧啊。之所以美国的利率现在是不会打算降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通膨率一直高于预期。因为我们都知道降息可能会对风险市场好，美股可能会上涨，所以正常来说大家应该都不反对降息，包括联准会一样。可是呢，降息导致市面上流出的美元变多，会变成通货膨胀上升。虽然说他们希望美股表现好一点，但是他们不会希望美元就这样子，因为通货膨胀所以变得非常严重。所以联总会一直以来他的预期都是说，希望能够在通膨率回落到2%之后再开始做降息。但是呢，近期出来的一些总经数据让他对这件事情没有太多信心，所以他就表示说降息可能会延啊。那延到什么时候呢？联总会主席也在这一次提到说，下一次的会议降息应该是不可能的，下一次可能是6月份的时候，意味着联总会首次降息可能要等到9月或12月才会发生。其实这个在我们上周跟上上周的周报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太大意外的事情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礼拜在联准会的利率出来之前，比特币市场真的就大跌。除了一些其他事情原因之外，如果说主要是因为总经的原因导致下跌，我个人是感觉说这个下跌可能恐慌情绪占了一个比较大的部分哦。因为除了这个降息的事情之外，当时还有人在讨论说，美国除了降息之外，搞不好它甚至不降反升。我们知道降息市场可能会涨，那升息市场可能就会跌嘛。但事实上，联准会在这个会议之后的报告是表示说，即使说现在没有降息，那一阵子之后，它如果要改变这个利率，不太有可能会是升息啊，就是说降息只是延后了，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不降反升，这件事情是已经被这个鲍尔斯有主动提出来的。另外呢，也有人担心说，美国现在的经济非常的危险，没办法软着陆，有可能会有这个停滞性通膨的担忧。停滞性通膨我们上个礼拜也提过了，就是所有的物价都在涨，但你的薪水就是一直不涨，变成所有人民生活苦哈哈的情况。
啊，那联准会表示说，他不明白这个论点到底哪里来的啊。从某些指标来看，现在的经济成长也有3%，通膨率也已经是低于3%了，所以并不会有这样灾难性的停滞性通膨的可能性。以及最后一个重点啊，就是联准会有表示说，虽然没有要降息，但是他们打算放慢他们的 QT。联准会将于6月份开始放慢缩表的速度。FOMC 他们打算在6月的时候，从目前每个月减持600亿美元公债的上限放慢至250亿。同时把他们现有的每月抵押担保证券这个 MBS 的上限维持在350亿美元不变。简单说 ，QT 就是一个紧缩政策。那他们原本为了这个压市场用的紧缩政策，现在已经确定会从6月开始放缓，所以是一个负得正，相对还是一个利好市场的一个消息。那我印象中，在疫情那段时间，美国在升息缩表的时候，很多人是很强调说缩表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市场的一个策略。那现在这个缩表要放缓，甚至可能会停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似乎是被市场给忽略了。就是这件事情也应该是在总经政策里面来说，美国的联准会现在是比较鹰派还是鸽派的态度，应该要考量进去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虽然近几个月确实看不到降息的可能性，但是不应该有上个礼拜这么恐慌啊！上个礼拜有多恐慌呢？我们都知道比特币跌到56000嘛。除此之外，还引发了一个事件啊，贝莱德比特币 ETF 的首次净流出啊，跌破此价格空引发清算潮。就是我们常常会看的这个 Spot Bitcoin ETF 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进流出嘛。通常我们都是说，在流出的时候都是灰度的 ETF。那流入的时候呢，以贝莱德为大宗，通常都还是有流入。但是在5月1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次，就连贝莱德都出现了首次的净流出，当天总流出量甚至高达是5.6亿美元之多。那事实上，如果你去看比特币下跌的那一天，确实就是台北时间的5月1号、5月2号。所以比特币现货 ETF 对这个比特币市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然而呢，你就要问了，因为我不确定大家现在礼拜一看到的时候币价是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录制的当下，比特币已经很快速的回到63000左右的价格。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原因啊！快讯，这个5月3号晚上8点，快讯，美国4月非农就业新增17.5万人，远低预期，主要指数期货走阳。这个是美国礼拜5的公布数据啊，他说4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是17.5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3.8万人。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大家觉得说应该有23万人成功在这个市场上就业，但是其实只有17.5万人。这代表该月的失业率上升以及薪资增长速度放缓。这听起来是一个对人民不太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却被市场解读为一个利好消息各位，这个市场的经济就是这么的讽刺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失业率非常的高薪资成长不好，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说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可能要高一点点就原本大家觉得说今年可能不会降息了，甚至会升息，这样讨论都出来，但是发现说原来就业率这么低那搞不好联准会降息来救市场。所以其实你可以随时在这个 CME Group 智商所这边看一下说，现在大家觉得说降息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现在的利率是在525到550这边嘛，然后现在目前预测6月也是这个数字。你可以看到7月目前的大部分人是觉得说可能有30%的几率会降到500到525，但是呢，超过半数的人要觉得降息也要等到9月9月之后差不多70%的人是认为说在这个月份就会降息了。那这个也跟我们上礼拜看的数据是相同的。当然，如果接下来再有一些什么数据或者联准会说了什么话，这个数值还是可能会调整。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说，以这一波这个下跌，可能大家已经把这整件事情，就是今年可能都不会降息的恐慌因素、恐慌的这个思考，就已经纳进这个币价市场的反应了。可能不太会有因为总经的关系有太大家害怕的事情。如果再有什么黑天鹅，可能就要其他事情了，战争啦，或者一些其他因素。给大家参考。下一个我们看到比特币会下探3万，还是飙到21万元？分析师跟预测模型多空论战，这个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预测最恐慌的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夸张。他是一位资深交易员叫 Peter， 他在4月29号发布的预期表示说，比特币很有可能在当前的牛市周期达到峰点，并且预测比特币可能下探到3万多美元甚至更低。他是怎么预测的呢？他的抓的数字也是非常简单他发现一个规律，他说每个连续周期的峰值价格都只会是前一个周期峰值的涨幅20%。也就是说，他发现2011到13的时候，比特币的涨幅有高达570倍。
那到了下一轮牛市呢，只有前一轮的20%是122倍，到18到21年的牛市呢，只有前面的20%是22倍。也就是说，它从这边推出来，比特币这一轮的涨幅可能只足会有4.5倍。也就是说，我们的牛顶差不多是在6万9哦，它是这样的预测的我自己是觉得几率很低啦，但是我不能说只按照我的立场觉得说上涨是有可能，下跌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只挑上涨的新闻跟大家讲上涨下跌的事情我们都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背后的理由是这样子，那提供大家参考。现在我们看到比特币生态炒作降温，顶部已现还是底部已尽？这一篇是我这个礼拜看到分析币价，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文章在 Marsbeat 上面，这个是 BitPush 写的文章。他提到说，本轮牛市与以往牛市有很大不同。之前的牛市往往有轮动，最后才出现迷因行情。但是本轮的迷因行情早早出现之外呢，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到底在市场已经出现了顶部还是底部，有2种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他这边提到，从链上数据 Glassnode 的数据分析，比特币的链上活动明显已经减弱，这表示市场的活跃性已经大幅降低。前期比特币链上活跃度一度飙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受到减半影响，或者是 Layer 2像是 Merlin 等陆续上线。结果大家都知道Merlin现在被骂翻了，现在很多的这些 Layer 2的项目都表现得不如大家原本的预期。再加上比特币 ETF 的资金呈现连续几天的净流出，5月1号甚至创了接近6亿的净流出，这表明美国机构资金似乎呈现对后市表示积极态度，空头有所增强。而多方的立场呢也很有趣，他提到了他对矿工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结果发现说有很多的机构分析师都对矿工的成本等等是比特币的一个基准价格。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一直都不了解这件事情，但是今天我有稍微搞懂一点点，待会分析给大家听。这位加密矿工 Lord William UK 表示他说根据 Caprio 机构的预测，简单的矿工挖一个比特币现在的纯电费是7.7万美元，算上折旧费、管理费等等巴拉巴拉，整体来看，现在主流矿工挖出一颗比特币的综合成本是6到8万美金，他们的关机价是5到6万美金。所以说，考虑到在牛市的时候，币价再次大杀矿工，找矿难是小概率事件，所以现在能够用6万买到比特币，你是跟矿工一样的成本买到比特币。跟矿工一样的成本是什么概念？矿工他们今天是要找到一个地方，架一个矿场，买矿机，他要了解这个矿机怎么做，他要接电，他要请人来雇，他要去运算那些东西，他要花电费，他才可以用这个成本买到比特币。你只要打开币安，然后按下下单，就可以用现在这个价格买到比特币。他说这个是你的幸运，也是他在宏观之上、链上分析、技术分析之外，6万抄底 BTC 6.4万满仓的深层逻辑，这个是他的态度。那关于他的这个态度，我就有2个疑问了。第一个疑问是，他说主流矿工现在挖出比特币的综合成本是6到8万美金，这一件事情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并不是说我怀疑他的算法，而是我真的看过非常多不同的算法说，这个比特币的矿工的成本是多少？有人说比特币矿工的成本现在是一颗3万，所以说比特币跌到3万。他说比特币一颗矿工成本是6万，所以你在6万买到是幸运。那我觉得它背后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矿工它的电费不一样吧。就假设说你今天在电费极便宜的地方，你的成本可能是3万；你在电费很贵的地方，你的电费可能是6万。所以说今天跌破6万，你可能就要关机。他就不用关机。事实上，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有竞争优势的矿工，他们会有一个诱因，在刚减半的时候故意压币价，来排除一些成本比较高的小矿工竞争者。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主流矿工他们的成本到底在哪？好，那我假设说主流矿工他这边估计是对的，我们的成本就是6到8万美金。为什么主流矿工挖到的成本就应该是比特币的公允价格？当然，他这边不是这样说，他这边的表态是说，你的成本跟矿工一样很划算。那公允价格这个说法呢，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是 Bitcoin Hash Rate， 这个是从2012年到现在比特币的就是全网的算力。你会发现，尽管比特币在这段时间有所谓的4年的这个周期，你会印象中应该在17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比特币有一段大跌。可是你看这个算力，18年整年的比特币算力依然是上涨，没有下跌的。你说2022年是比特币大跌的一年，但是22年一整年整个比特币的算力是持续上涨，没有下跌的。只有几次可能中国啊或者哪里发生矿难的时候，就是可能矿机被强制搬走，所以它才有大量的矿场的算力的下跌的事情。要不然其实算力的上升是跟币价其实没什么关系的。那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某一种解释方法或许就是这就是比特币网络效应在发展的价格。我们说分析比特币的价值可以有2种模式嘛，一种就是你分析它的这个技术端，它转账多快，它多去中心化，它多安全，它会不会骇客攻击；另一种就是有多少人知道比特币。
如果说全世界有3个人知道比特币，跟全世界有3亿人口在使用比特币，那你可以很合理的认为说，即使它都是同一个东西，它价值就不一样。那过去比特币这个算力在市场上的持续上升，尤其是它又是一个指数型的上升，其实就像极了我不知道数学家还是网络学家算出来的所谓的网络效应的扩张速度，因为它就可以不精准的代表比特币的价值，说不定这个概念就可以套过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粗估比特币算力的成长，就是这个市场对比特币公允价值的一个评估啦。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边还并不是非常的严谨，我如果之后有时间可以做一个比较仔细一点的解释跟大家分享。但这个只是我试图理解那些分析师为什么那么执着于从比特币的算力去推估比特币价值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但当然，你要这样解释，不代表你就知道比特币的真正的基本价值应该是多少，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矿工的成本应该是哪一个价格，以及就算你知道它公允价格在哪里，你也难保说它会不会差针，或者它会不会远远的非离公允的价格继续往上涨了。好，下一个我们看到 CZ 获刑4个月对币安影响几何？这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是币安的 CZ 他原本被求偿36个月，他后来被判几个月？大家应该都知道了，4个月啊。CZ 他之前2023年的时候比出来的一个4的事情，竟然就直接预测了他最后不会有超过4个月的牢狱之灾哦。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有点该怎么说呢？我当然是不希望 CZ 去关呐，结果他如果关只关4个月，那不是就跟我们当兵一样？就突然又觉得说好像不是很是滋味。没有啦，就是 CD， 我觉得他是我们行业的英雄，他本来就不应该被关，所以关4个月也是很辛苦。但是事实上，我们都可以理解说，关4个月比起关36个月，真的已经是减刑非常非常多了。而且尤其是4个月出来，2024还没过完呢，所以我立刻就在群组说，哇，大家都知道 BNB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冲上4位数字了。下面我们看到彭博社，澳洲最大证券交易所 ASX 将于年底上市比特币现货 ETF。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如果有来问我币价不币价的东西，就是有一些朋友会在这段时间私讯我，你会少数的看到我会比较跟市场的情绪有一点相反，就是通常如果今天大涨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保守的乐观跟你回答；如果今天大跌的时候，我也很难乐观的去跟你回答。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可能4月到6月的走势，无论它怎么跌，可能我个人都不会悲观到哪里去哦。因为很多人的悲观可能是减半的行情不是应该上涨吗？怎么不涨反跌呢？但事实上，过去3年的减半，往往减半之后都是平盘或者是回调。这我们在减半前的这个影片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减半之后，无论你要说它是一个 sell the news， 或者是你觉得它是大矿工要压盘的一个事件，减半之后本来就会迎接这样的一个事情。再加上4到6月是这几年表现比较差的一个月份，如果这几天的币价再下跌，那真的就是分批买进，我觉得有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当然，发生什么黑天鹅的事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只是说现在的下跌并没有超出任何人应该要从公开数据上能够预期到的事情，因此就真的是不用太恐慌，除非跌破了你觉得某一条很严重的支撑线，或者是你的分析策略的方式等等的。但在币价这一端，如果我们不要讨论了这么多，如果你就看整个产业的发展，你会发现说，真的还是有太多让你不敢卖出比特币的事情。像大家可能是不敢买比特币，但是我是正好相反。像这个彭博社说，澳洲最大证券的交易所将于年底上线比特币现货 ETF， 就是全世界现在有多少的交易所有比特币现货 ETF？ 不多嘛，所以说它的成长空间比较大，还是它的倒退空间比较大？成长空间呢？还有这个以太坊的交易费重回去年新低。分析机构将重启竞争币牛市，就是这个 sentiment 他们的一个用数据分析说，现在链上费用在底部的一个态势啊。4月28号，他的推文说，目前以太坊的交易平均费用已经降到1.12美元，而交易者的情绪周期往往会从什么东西 to the moon 与加密货币已死之间转换，这正好可以从链上费用来观察。而现在这个费用之低，其实就是所谓的加密货币已死的情绪啊。我们前面的新闻不是还提到说，有些人很悲观，是因为比特币链上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低，所以感到低迷嘛？确实，这个链上的数据的确是低迷的情况。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一切就死了。但是反过来想，现在有可能才是那些原本在太热的时候不愿意进来炒作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炒作完，现在过热情绪已经要反转的进场的最佳时机了。而且提到以太坊，我觉得最近真的以太坊的消息真的是太少了。香港的以太坊 ETF 大家也觉得不看好，所以我们在偷偷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说美元会通货膨胀吗？世界的各国货币会通货膨胀，比特币也会通货膨胀，只是速度比较慢。以太币是一个不见得会通货膨胀的币啊，因为以太坊的 EIP 1559的关系，所以现在以太币的有一些矿工费它会直接烧掉的。如果在以太币的链上交易更频繁的时候，以太币甚至会是一个通货紧缩的币。
那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在现在当然是大家不会讨论的只不过当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买到3000块以下的以太币了。所以当然不构成投资建议，但就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件事情。下面我们看到美国结算所 DTCC 不承认比特币有价值，任何加密货币的 ETF 抵押品价值4月30起归零。DTCC 是美国的证券集中保管结算公司它在上个礼拜的公告说，作为信贷额度年度更新的一部分，正式调整某些证券的抵押品价值。其中重点提到了不会向投资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的 ETF 与投资工具提供任何抵押品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假设我现在手上有价值1亿美元的比特币 ETF， 然后我说，我要到传统金融这个抵押给你，我要换出现金，我要花。DTCC 不承认这个价值那这个乍看之下是比特币要接轨传统金融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新闻，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我觉得 DTCC 在这边做了对的决策，因为比特币它真的就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操纵的一个市场。比方说贝莱德，如果他今天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不要说他想要压比特币的币价，他如果做错了什么决策，或者是他们突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看他现在才刚进这个市场，就已经对比特币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内都没有其他的华尔街机构进来跟他抗衡，让他慢慢的成为了真的是含水会解冻的比特币相关的机构的话，那这样子的机构可以控制的一个资金，它作为金融市场的衍生品，那它叠进传统金融的各种资产包装的事情，一旦在比特币牛市真的疯狂爆发之后，然后在下跌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骨牌效应，导致不只是币圈。我们知道币圈那个时候从 Luna 到3AC 到 Celsius 等等的崩盘，如果这件事情导到传统金融的话，就是会更加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不要让比特币进入传统金融投机的机会可以放大的这么快。是保护整个投资者跟整个金融世界应该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 Jack Dorsey 大谈比特币愿景 ，Block 的财报亮眼 ，BTC 获利再增2亿美元。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接下来的利好消息的机会会比利空消息来的多。这个是推特创办人 Jack Dorsey 他旗下的支付平台 Block， 他公布了2024年的第一季财报，他的毛利比去年的同期上涨22%。赚钱了啦！而且他不但赚钱，他要说什么呢？他接下来每个月都会用毛利率的10%用以购买比特币。他在什么？他在分批进场我这个月假设说我的月薪是4万块，我就拿4000块买比特币的概念。只是现在看我影片的各位同学，你的月薪可能是4万块、5万块、10万块。Jack Dorsey 他们这间公司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呢？去年他们一年是可以赚20亿美元所以他们一个月这样子除下来，也是有1亿到2亿美元的一个价值他们会拿去 DCA 比特币给大家参考一下。像我们看到贝莱德要攻占 RWA 市场，领头 Securities 完成4700万美元融资 ，Buildo 已经成为最大的代币化美债基金。这个代币化金融 RWA 也是一直是我们讨论当中觉得可能很重点的一个赛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RWA 赛道相关。因为我们说上一轮的牛市有一点像是 DeFi Summer 有 DeFi 带来，那这一轮如果说 DeFi 依然是要走出一个话题性或者是走出一些声量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跟传统金融有所挂钩。那跟传统金融挂钩的 DeFi 我们就称为 Real World Asset， 就是 RWA 赛道，所以是一定要大家注意的一个事件。像我们看到 Aave V4 的升级提案释出，引入统一流动性层与模糊控制利率。很久没有提到这个老牌的 DeFi 项目 Aave 了去中心化借贷协议 Aave 背后的实体 Aave Labs 发布了一个 Aave 2030的治理提案，旨在决定即将推出的 Aave V4 的建构方式以及未来 Aave 协议的扩展路线。我们刚才也不是提到说这个矿工的算力，无论比特币的价格走高走低，都是一直往上嘛？你知道除了矿工算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吗？就是开发者他们在做的事情你知道，其实，在熊市的时候，有很多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比特币的投资人，你很容易在这个市场失去信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身边并没有任何人在跟你讨论比特币有关的任何事。但是不要说别人，就说我好了，因为除了说我要去看这些币圈的新闻之外，我认识的一些币圈的开发者、新创的团队，你是真的能够看到说，他们在熊市了，他们的确过得没有牛市那么风光、那么快乐，但他们依旧在疯狂的做这些事，而且你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币价不会涨。那币价不会让他们做这件事情，最后会怎么样体现出来？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会体现出来。所以现在牛市这个他们继续的开发也是依然的继续进行DeFi 嘛，去中心化金融，他们原本在 V2、V3 跟 RWA 的模组比较像是他们的资金跟流动性是分开来，看起来他们的新版本是会把这些流动性弄成一个 unified 的一个流动性层。然后用不同的模组去调用它里面的流动性，有点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详细了解一下。但是我想表达就只是这些大的赛道，这些巨头们他们的开发跟创新
是没有停止下来的。像我们看到找不到方向 ，Yuga Labs 的执行长再一次宣布重组跟裁员。上一轮市场最夯的元宇宙的赛道，其中的龙头无聊猿，他们背后的公司最近过得则是很不好NFT 它确实在这段时间走的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放弃。Yuga Labs 的执行长 Greg 推文表示说，他们原本创意优先的精神正在被迷宫般的企业流程所掩盖。尽管他们努力工作，怀抱热情，但不知为何已沦为由小组委员会主导的架构，耗费大量时间规划，却没有足够产出。以前蓬勃发展的创作者版税一度让他们过得很轻松，现在则处于困难模式。那没办法，元宇宙在上一轮炒的有点太高。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东西它不一定是完全没有价值，就是它只是炒太高了。就你看 Yuga Labs 它背后的一些艺术家、设计师跟开发者，他们其实有愿景，他们背后其实可能是有价值的，并不是像大部分人认为说它就是一张小图片，完全是零的价值。但这不代表说，当今天它的价格炒上去之后，那个泡沫不会消散。泡沫依然会消散，现在就是它的泡沫相当程度的消散的情况了。那我认为，作为一个投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 NFT 投资人，是一个数位艺术的投资人，在这个时候投入时间关注这些可能曾经很巨大的 NFT 项目，或者是新的出来的一些 NFT 项目，绝对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是已经经历过失败的币圈人了，就我感觉在币圈经历过成功的人很多，经历过失败能够再起来的人则很少。如果说今天这个团队他的项目是经历过很高峰的泡沫，但是下来之后又能够撑得下去，那很有可能在未来在市场在轮转到他这个板块的时候，他可以有不错的表现以上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 Solana 这条公链在上一轮的熊市被所有人踩踏到极限的这档币，在这一轮的牛市目前是表现的最佳的其中之一，跟大家分享。好，本周前瞻的部分，这个月有几个大额解锁的币我们看这个 Poopman 的整理5月最大的大额解锁的事件，他这边整理出来了。5月15号有这个 AEVO 币它解锁出了目前市面上7倍有余的这个解锁量所以如果是 AEVO 的投资人，可能在这一天之前要留意一下。还有这个预言机的 Peace它也会解锁15%，是目前流通量的142%，在5月20号解锁。那剩下就5月21号有这个 AVAX，5月12号有这个 APT，5月16号有这个 Arbitrum，有这些币的同学可以再留意一下。那另一个这个礼拜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有一个叫 Commonwealth 的项目，即将在 Pay Network 的 Ignition 平台台湾时间的5月8号左右公开发售这个他们的币这个是源自于这段时间可能很多人听到一些所谓的 KOL 轮这个概念就所谓的 KOL 轮是推特上有很多的大 V KOL 嘛，那一般来说，今天一个项目，他们希望这些 KOL 帮他们分享跟推广，可能最传统的方式就是给他们钱。但是在这一轮牛市呢，很多人发现一个方式，就是给他们投一个所谓的 KOL 私募轮。这个概念就是他之后可能要发币是用1块美金发币你这个 KOL 呢，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用0.5美元的价格先给我买这个币。就像这些机构的私募投资者得到这样的机会，那很多 KOL 就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然后就参与，然后大家最后就发现说，原来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还要帮他发文章或者是做内容，然后最后他这个币还要锁仓或甚至是没有涨，就很吃亏，所以被大家形容为说KOL 轮乱象。但你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 KOL 们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就这种私募的资格通常很难得，而且有利可图。那 Commonwealth 这个平台，它其实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让大部分的人也都可以去参与这样的私募的机会而且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这个项目目前在华语圈，我基本上没有听到有人在提。可是，在国外一些非常非常大的 KOL， 他们全部都是投入的参与者，包括这个 Virtual Bacon， 如果有上我们练习生的课，他是我现在最喜欢的 Crypto YouTuber 之一。Altcoin Daily 看非常久了 ，Crypto Banter 非常有名 ，Ash Crypto 全部都有在参与这个项目里面，所以它平台的币的发售日期在5月8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到他们的官网了解一下。那最后呢，千呼万唤始出来，大家不是都说希望我们到台中中南部去开吗？我们的中部场出来了，5月15号礼拜三，我们在集思台中的新乌日会议中心，据说是一个3铁共构的宝地如果你是在什么苗栗或者哪里的，可能来也比较方便。我们会办这个课程这个是呢喃猫老师会在5月15号礼拜三的晚上7点在那边讲内容，就是在台北类似的内容，但他可能会根据现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去增加一些新的资讯。那我自己呢会在5月16号礼拜四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点去上比特币的新手的教学内容。
我的5月16号的课程有可能会调整到5月18号，地点也还在确认。最新消息跟正式报名资讯，请以练习生官网为主。上过的朋友就不用来了 ，OK， 是纯新手的，我不会告诉大家说现在应该买什么币，但是我会告诉大家现在比特币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它是一个趋势等等的内容，完全免费，就到练习生的平台，你到这个实体课程应该就可以看到报名的界面了。那说到练习生的平台，我们这个线上课程，我之前不是出这个加密货币的新手投资吗？前段时间为什么我们现在，你看我现在影片最近这一个月只出了4、5支影片，通常我们都会希望出到8支，就是我太忙了，我在录这个课程现在终于把它录完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早鸟价也是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啦。我们预计在这一支周报的现在 right now 的这一天开始算1个礼拜之内，我们就会把最终的这个早鸟的优惠的价格给关掉了，所以之后大家可能就只能用14500块钱买到这个内容，因为都已经全部上架了。等下早买的人先用优先的优惠的价格，应该是合理吧？现在如果大家直接购买，点这个开始学习，你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些课，哇，你看这个，哇，我这青春啊，我的青春啊，全部都录在这里面了，这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亲录的，就是好多课，30几堂课，然后我们未来如果有机会，还会再多增加一些这个专访内容的课程。现在只要1万块台币出头，你就可以获得。所以，如果你是对比特币投资有兴趣的朋友，希望从基础开始学，或者你身边有人，你觉得说，哎，你怎么完全不懂比特币？把这个推荐给他，他现在立刻就可以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看了啊！感谢大家。然后对了，最后上礼拜有这个跟呢喃猫的这个内容啊，呢喃猫的课程，呢喃猫他们是这个股市的投资人这我讲过很多次，我就不再讲了，反正就这样，大家在练习生平台就可以看到各种的东西。然后上礼拜 Benson 的课也真的是课满，感谢大家的参与跟支持。Benson 老师教的东西真的也是比较硬一点不晓得有参与的同学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我分享，你有没有听懂他里面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如果听不懂的话，可能就请他讲简单一点。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个礼拜是 Bitcoin Asia 在香港的活动我应该会在5月9号的时候用直播去分享一下，说我可能在哪里，可能会 gather 一下大家，因为我们拿到 Bitcoin Asia 100张票，然后有分给一些社群的朋友，蛮多是香港人的，也有一些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跟海外的朋友。希望我们可以在香港见个面，可以聊个天、吃个饭、聊聊天等等的。好，那我们就香港见。然后以及这一年毕竟还是有很多的活动。这一次香港我只是算是一个测试的一个概念。之后呢，我希望可以跟一直支持的观众朋友脑哥的群友跟练习生的群友，可能可以再做一些更有趣的一些活动。所以 stay tuned， 只要你有关注我们的 IG 跟这个 YouTube 频道，你就可以及时的得到说抽奖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活动，尤其是对海外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啦。好，那以上就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有兴趣的朋友，对我的频道让 YouTube 上咱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人问题都在底下留言我呢，这样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